咱这话怎么说来着？预期是美好的最大杀手。我觉得 Action 5 Pro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发布会之前有各种对它的猜想，什么1英寸、8K、4K 240帧，但是等到真正出来以后，即便它有 Pro 这个名字，你会发现它好像没有这些参数。首先，它没有更大的传感器，它和 Action 4的大小是一样的，1.1/3英寸。那虽然是新的传感器，但是确实它没有更高的分辨率，没有更高的物理帧率，这你乍一看是会有一点失望的。那它有了什么？有了更好的屏幕、4纳米的智能芯片，还有更加完整的配件生态。我感觉这一点上是预期的落差，就是大疆对于 Pro 的定义和我们心里面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叫做 Action 4 Pro 或者 Plus 的话，我觉得接受度怎么样都会更高一点。但是目前就是加了一代，又加了一个尾缀，所以当你现在问我这个 Action 5 Pro 它的画质是天与地区别吗？我觉得真的说不上，好了一些，但没有这么多。但你从好不好用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加这个 Pro 还是挺对得起它的名字的，确实好用了非常之多。Action 这种形态的运动相机，说到底设计出来就是拿来造的。Action 5 Pro， 你能够看到它依然保持了这一点。本质上除了稍微会掉一点漆，但是你要把它摔坏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怎么用都只是掉漆。我觉得它的手感还有可靠性综合还是挺不错的，目前仍然是这种塑胶的材质。整个机身的重量相比上一代重了1克，从145克变成了146克，感觉不出来。有着和上一代一样的接口，一样的电池仓，一样的卡槽，还有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样的磁吸卡扣。所以之前的 Action 3和4上面的官方配件，现在也基本上都可以兼容它，能帮你节约一些成本。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现在一些第三方厂商的兔笼是没法给 Action 5 Pro 来用，比如我们公司和 PGY 联名的这个兔笼就是装不进去，得再去生产一批，有点遗憾。但是总的来说，大疆相比 Action 1和2的那种混乱状态，现在整个生态圈已经建立起来了，3代都可以共用很多东西。虽然比 GoPro 的生态仍然要差一点，缺少一些更有意思的配件，但是大疆的追赶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那比如这次和 Action 5 Pro 一起发布的这个官方续航手柄，它里面有一个电池可以增长2.5倍的续航，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毛着 GoPro Volta 手柄来的东西，咱就实话实说，对吧？但是用法呢还是挺简单的，也做了一些小的创新，比如说后面现在新增了一个麦克风的输入口，可以接一个热靴，然后来挂一个麦克风，帮你输出更好的音频，也可以有些快捷键调整模式，这都不错。那可能唯一的缺点是这玩意的开口角度真的有点奇怪，你看它展开以后是这样一个形态，放在桌上很容易倒，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倒，也不能延长，也不能拿下来遥控，所以我觉得设计的不算特别优秀。虽然手柄我的评价不是很高，但是 Action 5 Pro 有一个功能我会给非常高的评价，很多厂商都没有做，不知道为什么。Action 5 Pro 现在内置了47GB 的内置存储，就是即便你拍摄现场忘记带了 TF 卡，你仍然可以冷静下来继续拍摄，不会出现在现场呆住的情况，非常好。机身上的接口现在也升级到了 USB 3.0， 那虽然不是 3.1， 但是传输速度还是挺快的，导一个 4K 视频什么没大问题。再加上 iPhone 也是 C 口，现在传视频的体验比以前要方便不少。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外观改变还是它的屏幕，这乍一看和 Action 4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点亮以后你会发现前后双屏的黑边现在都小了很多，显示面积也变大了，后屏达到了 2.5 英寸的面积，在这块屏上无论是监看还是操作都会变得更方便一点。在整个运动相机的领域里面，它屏幕大小和屏占比目前应该是独一档的。那前后屏现在也从 LCD 升级到了 OLED 的屏幕，所以无论是色彩还是对比度都会要更舒服一点。那至于这个 OLED 会不会烧屏，就是把字烧在这个屏幕上，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还得再测试一下。那可能 OLED 换上去一个大的优势就是 Action 5 Pro 可以增加一个和 iPhone 类似的这个息屏显示功能，像这样还有这样，能让你在息屏的时候看到录制的参数，还有录制的时长，对于一些固定机位，比如说车载固定拍摄还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因为屏幕不用一直亮着，能够提升整体机身的续航，也不会这么容易过热。那说到这个续航，这本来就是 Action 的强项，只不过现在它又变强了一点，现在新增了一块1950毫安时的电池，比上一代多了200毫安时。那比较良心的一点是，目前 Action 5 Pro 能够兼容上一代的老电池，只是续航会变短。Action 4也能兼容这个新的电池，这挺好的。那整体续航我们测下来，在室温26度环境之中，一块电池拍摄 4K 60P 的续航大概是110分钟，快2个小时，这个还是非常强的。运动相机基本上没有对手，只是在过程之中我们出
出现了2次因为过热而导致的熄屏现象。但是我得说，它没有停止录制，只是屏幕会熄屏，就是它会优先保证录制而不是监看。可靠性吧，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你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你需要长期监看的话。那讲完了这些易用性、生活体验方面的东西以后，这运动相机我们看的必须得是画质，对吧？这个加上了 Pro 尾缀的 Action 5，它的画质到底提升了多少？大疆这次给 Action 5 Pro 用上了全新的传感器，虽然尺寸还是1.1/3英寸，但是最高规格你可以看到稍微有一点点突破，最高分辨率仍然是 4K， 没有超过 GoPro 上面这个 5.3K， 还有 Insta360 的 8K， 会有点遗憾，只是多了这个4:3画幅之下的 4K 120帧。那这个格式和16:9之下的 4K 120画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还是挺不错的，只不过有了更多的画面空间，所以很适合你滑雪或者拍别的时候来进行后期构图，再可以慢放，或者变成一个16:9比例的视频，这都可以，你有很多的自由度。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会说我特别喜欢4:3这个比例，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国内各种平台现在需要各种适配的规格，长视频平台需要16:9，短视频平台需要1:1或者9:16，所以4:3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规格，我挺喜欢拍的。那另外，由于 Action 的镜头是一个超广角，155度，非常非常广，这两者一结合，你用来拍一些体育运动，确实整个透视给人的感觉就会更有沉浸感一些。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 4K 120帧的画质，其实画质真的还挺优秀的，但是相比它的 4K 60还是要弱一些。当你调到 4K 60帧之后，你会看到 Action 5 Pro 的画质有个明显的提升，后期也经得起放大，看起来质感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可以说 Action 5 Pro 整体的画质在运动相机领域里面，目前比起来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那如果是在夜晚的话， Action 5 Pro 的传感器虽然没有变大，但是对比 Action 4的噪声控制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进步的。和 Ace Pro 还有 GoPro 比一下，确实它目前又跟上了版本，成为了佼佼者。那虽然你肯定不能拿一台微单来和它比，但是在整个运动相机领域进行比较的话，确实效果会更好一点。其实假如只是这些改进的话，我肯定会骂它，因为改的真的不够多。这次有一个点我觉得是画质上 Action 5 Pro 改的比较好的，就是它动态范围。现在它动态范围真的超级大，因为换了传感器，与上一代比的是很明显大了很多的。大疆官方宣称它能有13.5档的动态范围，比一些常规的电影机都要高了。我该怎么形容这一点？我可以给你看一下，类似于这种光比比较大的环境里面，无论是画面的亮部还是暗部，这确实你能够看到留住的画面细节，肉眼可见的变多了。那和 Action 4、Ace Pro 还有 GoPro 你来比，的确它有很大的优势。那虽然这个动态范围我觉得确实提升了很多，但是我另一方面想说，有时候这个动态范围压制的有点太激进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感觉高光会被压的特别多，比我眼睛看的画面还要多，会有一点点这种过度处理的感觉。我还是挺希望大疆之后能调整一下这个曲线，让整个画面看得更加自然一点。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么激进的 HDR 调整的话，大疆也确实会给你这个 D-Log M 模式。那说白了就是一个灰片，帮助你后期给更多调色空间的这么一个模式，你能够进行更加复杂的画面处理。这一点大疆一直做得很好，并且现在 Action 5 Pro 大疆终于史无前例的允许你在前期开启一个预览还原功能，来获得一个色彩鲜艳、对比度正常的画面。那实际拍进去的又是一个调整空间更大的 Log 画面，后期可以调色，所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但是我想讲一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变的。自从我开始用 Action 4还有 Pocket 3以后，我发现很多时候我都不想拍 log 了。为什么？因为 Action 5 Pro 上面用了和 Pocket 3一样的模式，就是直出的色彩风格，还有它的 log 模式，色彩风格差异是巨大的，看起来都不像是一台相机所拍摄的。这是因为它直出模式之下，它这个相机里面会来分析，给你的人脸进行单独的提亮还有补偿，相当于前期就给你做了个2级调色。但在拍摄 D-Log M 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这种功能，所以相对于直出，人脸会变得比较暗，看起来没有这么漂亮，我可以这么描述。我甚至说在后期你都很难调出它类似直出的画面，所以很多时候我现在就直接直出了，也不再拍摄 log 的画面。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幽默的是什么？就是运动相机，我们以前选它是因为它比手机画质要好，
但是现在本质上运动相机的画质你会发现真的有一点超不过旗舰相机的主摄的画质，就是这样的。那到这种时候你会开始重新思考，我为什么要去买一台这样的相机呢？要2000多块钱3000块钱，我有什么理由呢？那说真的，即使画质可能比不过，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喜欢拍视频，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就是它可以装在任何的角度任何的位置，超广的视角，你按了录制它不会像手机那样容易过热和掉帧，它就是一个忠诚的拍摄伙伴，帮你记录更多独特的视角。它的重点就是在于无感记录。I'm not catching fades anymore. Gotta keep my hands clean when they come for the ball. Kids and the sharks, now they coaches, cause they can't read all his motions. How the kid never switch codes, but he code switch focus. Staring down your team with a frozen ice cold look that can end the summer solstice. Cause I'm more like the top dog. Keep on running game and the gang will accost y'all. I be calling plays from a plane while I'm off court. But we ain't the same, you a lame, I'm a mob star. I'm the kingpin.除开画质层面，在易用性方面，大疆还为 Action 5 Pro 带来了这颗4纳米的智能芯片，比 Insta360的 Ace Pro 正好少了1纳米，非常朴实无华的商战。那它能够实现的点是什么呢？它有了一个类似和苹果一样的这个 Center Stage 人物跟随功能。那本质上就是因为它视角很广，它可以借助前期的画面裁切来给 Action 5 Pro 实现自动的人物画面居中。但是因为是裁切，所以这个模式下最高你现在只能拍摄 2.7K 的画面，没有 4K。你和 4K 画面对比的话，这个画质的下降，我觉得还是非常严重的。然后这时候我会冒出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在什么场合会用这个功能？我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想出来，你可以帮我想一下。可能我唯一能想到就是综艺或者 vlog 或者滑雪跟拍可能会有一点用，但从画质角度上，我会说我个人真的不是那么推荐这个模式，用起来有一点麻烦 ，UI 看着也有一点奇怪。那现在 Action 5 Pro 有着和上一代一样的全套防抖模式，那不同的防抖模式等效焦段也都写在了下面。防抖它做的还是挺不错的，他们的裁切对比情况你可以看一下。我最推荐的模式依然是这个超强增稳模式，白天使用的话处于画质和裁切的甜点位置，但是到了晚上你会发现它的画面尾像仍然会有，不是很好看。当然这不是 Action 自己的问题，就是所有运动相机都会这样，晚上就是不适合来拍摄。那借助了机内存储， Action 5 Pro 现在倒是有了一个预录制的功能，这非常好。最长能够录制你按下录制键前60秒的画面，什么意思？就是你给女朋友拍视频，你发现忘录了，你有60秒的时间在汗流浃背的过程之中按下来，你就能把它给留住之前的画面，然后配合上这个0.3秒的快速抓拍，就它第一次开机和别的运动相机差不多，但开过一次以后它会待机，就这样就可以超级快的速度就开机，就可以开始拍。这个我觉得真的比以前体验要好很多很多。虽然 Action 5 Pro 我们最开始说到它没有更高的物理帧率，但是这颗智能芯片能够为它带来一个比较离谱的功能，就是可以在机内插值生成一个 1080p 960帧的慢动作视频。那虽然这个参数听上去很唬人，但是我觉得大疆设计出来更多是考虑它的娱乐性，而不是一个真正专业的应用。首先你只能在 Action 5 Pro 的机内来进行生成，并且它生成的速度简直和这个功能的蜗牛图标一样，真的太慢了。那画质和算法我觉得也不算特别优秀，从画质上来看我不是特别推荐你用它，但这些画面如果你快速给你朋友亮一下眼，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大疆做的创新，你很难说智能芯片没有做事，它确实可以留住你过去这些瞬间各种东西，但是本质上另一方面你也会问，那它到底在做啥？这也不像是一个4纳米芯片该做的事儿。比如说我挺希望有一个功能，语音控制，它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触发逻辑，你必须要说一个精准的咒语，你说偏一个字它都听不懂。比如说停止录制，开始录像，开始录制，开始录像 motherfucker。 我不是演节目啊，这他真就这个水平，特别的离谱。他没有什么 AI 的智能识别，也没有什么手势控制，怎么比个 OK 拍个照，它都没有。这个我觉得真的还有点奇怪。可能最实用的大疆做的还是它的硬件层面，比如说现在它内置了一个可以接收2个大疆麦克风的接收器，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不再需要增加配件，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干净的声音。这个真的是它独有的功能，哪怕你和朋友出去玩拍个 vlog 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想收到更多人的声音，它甚至现在支持你麦克风内录，也就是机内备份的功能。这样的话，你视频里面可以烧录大疆麦克风的声音，然后你可以有个独立的音频文件来保留你独立麦克风的声音。这样的话会有个双保险，我觉得还是挺安全的。只不过我希望它有个4音轨，一次性拖进去有4个轨道的功能，目前需要手动对轨一下，稍微有一点麻烦。我觉得录音方面，大疆在运动相机领域真的已经领先别家太多了，但是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我很多时候经常强调，干净的声音永远是吸收内容的第一步，画质
可以先放一放。在这一点上 Action 5 Pro 有着绝对的 Pro 优势。也许是因为 Action 的基础功能大家已经基本上在3和4上面做好了，所以现在 Action 5 Pro 开始做一点小众的功能。那比如说内部有个压力计，你可以在菜单里面看到这个显示水深还有海拔的功能，最深支持20米的裸机防水，并且能够实现潜水或者游泳的时候，你一到水里它就自动帮你开启录制的这么一个功能，你只要下水它就能够识别到，不用再去按一下这个录制按键，在水里还是挺容易忘记的。那另外一点是，现在色温传感器大疆也进行了更新，这个设计很有意思，正好藏在这个 O 里面。那在水下拍摄的时候，相比 Action 4，它的白平衡现在能变得比较稳定一点。比如之前我们拍摄鲸鱼的时候 ，Action 4有可能出现白平衡识别不正确的情况 ，Action 5 Pro 用下来现在整体没有太大的问题。总的来说，现在水下运动是大疆新的深耕出来的小众的领域，我挺希望大疆继续做这一点的。比如说自行车模式，大疆能够开发的话，应该挺好的。在车上，你想象一下，有个磁吸卡扣，一上去，咔嗒一吸，获得一个骑行视角，骑行结束能够自动记录骑行的数据，能够打通这一套流程的话，应该还是挺帅的。或者有什么漫展模式什么的，这是我瞎想的，但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所以总的来说，运动相机这个品类，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经常有朋友会说，你又不是做极限运动的人，你老在讲用它拍 vlog 自拍，然后从一个消费级相机的角度来评测它，干嘛？你这个评测完全不合理。我个人觉得这很值得好好辩一辩。如果运动相机真的是给小众的这种跳伞的人用的，那为什么这些厂商一定要说它能拍 vlog 记录生活？宣传片里面也全是记录生活的画面，对吧？他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运动相机厂商知道小众人群赚不了钱，做不了更大，所以他要去拓宽他们的市场，给更多人去服务。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相机本身的形态会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矛盾点：小众人群需要耐造、硬核、非常结实，这是基本盘。但他又想吃更大的市场，画质更好，传感器更大，美颜能够拍出更漂亮的画面，然后你会发现这两者开始对撞了，消费和专业的冲突。除非这个运动相机的形态发生了底层的变化，否则你很难在它身上看到自动对焦、更大的传感器。因为为了保证它机身的可靠性，它必须做成一个泛焦相机，也就是焦点是不可变化的，直接就是扩宽，前面这一段是不在焦内的，后面全部在焦内。除非说你愿意牺牲它的可靠性，换上一个更大的传感器，还有自动对焦，还有更大的机身，这也许是你会想要的一台相机吗？我很好奇，你觉得它变成多大的时候，它会变成一台微单，而不是运动相机？这个问题留给你。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转发，就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